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那个年轻人们啊，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乔波那个时候最让全国人们感动和这个骄傲，包括那个尊敬的一部分，就是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获得这种零的突破，实际上是在你的那个其实骨头都已经碎成片了，是吧？其实92年实现零的突破的时候，膝盖已经伤了。后来呢，就是里面有5块碎骨。有5块碎骨，2根韧带实际上是断的，一共是4条韧带，另外两侧的侧副韧带也是撕裂的，没有一定的这种意志力是绝对实现不了的。你想，你肉塞到牙里面都觉得不舒服，更何况碎骨在，而且经常发生绞索，就是在你快速移动腿的过伸展的时候，突然那个骨头卡住了，就绞索了，就动不了了。所以我记得在荷兰的最后一场世界比赛时，就突然绞索，一下就飞出去了，就撞到那个就外面墙上了。然后，但是我想这可能还是跟我92年冬奥会的时候2块银牌都是跟金牌擦肩而过有关。我太希望，因为我具备这个实力，我太希望拿到这个金牌。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反而应该更害怕呀，就是因为你脚有个问题，残废。对啊，或者说，我好像没有残废的概念，因为我训练还有很大的强度。我尽管是瘸，尽管它积水。尽管它髌骨已经偏离了那个方向了，髌骨是人体的支撑点，它是主管那个平衡的，所以每次我都要有粘性的绷带往回拽，最后撕到最后皮都烂了。然后我在运动生涯的末期，实际上扮演好多个角色，自己是运动员，然后呢开始跟教练自己研究我自己出计划。自己整教练来把关，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状态。然后呢，又是医生，为什么呢？出国没有医生，没有钱，说要给自己针灸。你现在这个膝盖还有变形吗？有啊，有积水。能看到吗？对，都是积水啊什么，还有一些就是手术的那些疤。然后呢，同时，反正我记得我给腿上扎最多是100多针。你给自己啊，其实是根本就不能够把那些碎块取出根除，怎么办呢？就止痛，只有止痛的这个，只有让自己神经麻痹掉，不去感受。后来连那个我的竞争对手桥本圣子的私人医生都看不下去，他说真的太粗了，那个会造成新的伤害。他说我给你点针吧，就他给我了好几盒是弹针，我们现在也有了，对，细的，很不痛苦，它一个管儿，然后一弹瞬间一弹就没有疼感。他给了我，后来一说，哎呦，这腿这样了，都肿成这样了，积水，他说我给你点埋针吧。好，我又跟他学怎么埋针。那么我的膝盖上永远都有30多针是埋着的。哎呦天哪！觉得其实真的，刚才就是乔波姐，我相信你在讲那个画面的时候，你真的激励到了很多人。就是我觉得我们人生中可能每个人的境遇不同，遇到的这个战场可大可小，可快可慢，但是真的是就是为自己拼那么1、2次。是有，我记得刚退役的时候哈，可能在火车上或者商场购物。突然有人紧紧握你的手，或者给你一个深深的鞠躬。他说：“乔波大姐，或者是乔波阿姨，如果当年没有你的那种故事的激励，我就没有今天了，我就考不上大学了。因为他们跟父母打得很烈，包括我的滑雪馆的一个就是在乔波冰雪世界里的一个姓杨的员工，见到我第一面就深深的一鞠躬。他说。”乔波姐，当年没有你，我就上不了大学了，就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去买菜的时候，那菜农你想分分离离的挣得很不容易，他一旦认出我他会多给我一个鸡蛋，多给我土豆。我特别想知道，就是有没有真好，赶紧给我们秋薇拿点餐巾纸，他已经感动的不成了。我从来没有在节目里面流过眼泪。他决定要在自己的战场上去那个战斗了。是吧？快给那个刘硕也给点吧。我从来都没有在节目里流过眼泪。差不多10几年过去以后，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回家，跟他的女儿吹，说你知道吗？叶乔波是我的好朋友。然后这个女儿也不认识我，他们说叶乔波谁也不认识。就是10点，因为体育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吧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是挺好的一件事情。